圣诞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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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诞节。对耶，要过圣诞节了。对啊，我要赶快回家了，拜拜。你给我回来！圣诞节不就是要跟你一起去新一区看圣诞灯约会吗？说好的出去玩跟吃大餐呢？晚上交换礼物一起看圣诞电影嘞？一说到圣诞节，你就一直说要回家，到底是怎样？圣诞节就是一个要回家过节的日子，跟情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什么意思？圣诞节不就是要跟你一起过吗？我才要问你什么意思吧？国外的圣诞节就是跟家里的人团圆啊，就台湾才会把它当情人节在过吧。你是不是以为通常这时候身为半个阿多亚的我会跳出来说，今天就来讲国内外的圣诞节差异加冷知识吧？我精的跟猴子一样，怎么会让你这么好猜透？其实我要说的是，今天就来讲国内外的圣诞节差异加冰知识吧。你只是把它人改成冰而已吧？本集小稿是由大干爹赞助播出。我们先从最基础的讲起吧。圣诞节的由来你应该知道吧？就是耶稣的生日吧。好了，我用低预算动画来快速讲一遍。从前，处女玛利亚跟约瑟在马槽生了耶稣。马槽上出现了一颗大猩猩，三个博士看到大猩猩就带着礼物来朝圣，他们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这就是圣诞节的由来。The end。哇塞，真的是超低预算哎！不过后来研究发现，圣经里根本没有讲说耶稣是什么时候出生的。真假？那为什么会定在12月25号？因为12月25那天原本是罗马人庆祝太阳神的日子，后来基督教为了传教，就顺势将这一天定为耶稣的生日。有些学者推论，耶稣应该是秋天出生，但那也只是猜测，实际日期已经不可考了。The more you know。所以你们就是放圣诞夜跟圣诞节吗？不是，我定假日其实是12月25跟26。哈？为什么？因为严格来说，24号是圣诞夜，白天还是要上班啊。也算得太清楚了。那26号是要放什么？26号是 Boxing Day， 全集节？不是啦，它其实原本是英国教会的一个传统，就是会在圣诞节结束的第2天，打开教会里的募款箱 box， 然后把钱跟物资分给贫穷的家庭。只是后来演变成商人大拍卖的日子，有点像台湾的周年庆。The more you know。这么有意义的日子，怎么变得这么商业？好可惜哦。其实也还好啦，算是赚到一天假，而且因为店家都会大打折，所以很多人会直接超前部署，在 Boxing Day 买明年的礼物。所以台湾圣诞节完全没有放假吗？以前台湾12月25号是有放假的啦，不过是叫做行宪纪念日，这是蒋中正时期订定的，顺便让国民能跟外国人一样放圣诞假。但到了2001年开始实施周休2日后，最不怕国民放太多假太爽，所以就取消了哟。为什么我没有？啊，对了，那圣诞节为什么要送礼物啊？我刚刚在讲都没在听。圣诞节的故事里不是有画3个博士带着礼物来给耶稣吗？这谁看得懂啦？就是因为他们3个开始了这天送礼物的传统。等等，你是说，就是因为这3个人，我每年圣诞节就要收到一堆什么马克杯、钥匙圈、相框、巧克力，很好吃，保险套、车内芳香剂、盐糖线吗？最讨厌的就是拿叉叉金购物、叉叉银行收到抽屉出来当礼物的啦！那些设计真的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，一年比一年还要丑。送我泡面的调味包还有用一点。对，就是他们害的。所以你在国外也流行送垃圾给彼此吗？也没有到垃圾啦，我都尽量挑给人家有用的。给所有的家人？对啊，通常就是我爸、我妈、我弟。所以要买3个礼物，还有从美国来的小姨爹、小阿姨、表妹1、表妹2，这样是7个。还有另一个表妹、表妹夫、外甥。还有跟家族很亲近的长辈朋友、爷爷奶奶、爷爷女儿1、女儿2、女儿1的先生、女儿2的先生、女儿1的儿子跟女儿、女儿2的女儿。所以大概要买20几个礼物吧。也太多了吧？对啊，每次圣诞节都要喷超多钱，好可怜哦。所以今年我可以不买礼物给你吗？不行。关于圣诞老人的冰知识，我知道，现在大家熟知的短发白胡子、红色衣服的圣诞老人，其实是出自1930年可口可乐的圣诞广告哦。为什么还是没有？因为是1931年。 The more you 可 know。恶！不过除了圣诞老人本体，你知道他其实还有3个 support 吗？谁呀？就让我来告诉你吧。
Mrs. Claus. 圣诞老人前内助，本名为克劳斯夫人，平时除了打点圣诞老人起居，还要照顾驯鹿。Christmas elf. 来自北欧的神级木匠，也是克劳斯家族企业的劳工代表，操劳以糖果计算，特殊技能是制作全世界小孩的玩具。Rudolph. A.K.A. 红鼻驯鹿鲁道夫，因为天生有个发光的红鼻子而被同伴嘲笑，但后来被圣诞老人重用，升等成打灯带队的领头鹿。曲折的故事还被翻拍成漫画，打破金氏世界纪录发行量最多的漫画。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靠烟囱进出的圣诞老人应该要很苗条才对，为什么会这么胖？对耶，为什么啊？这是我后来到国外才知道，原来在圣诞夜，小朋友为了谢谢圣诞老人的辛劳，睡前都会在桌上准备饼干跟牛奶给他吃。哇，好贴心哦！后来我也跟着照做，第二天真的都不见嘞。是被你爸妈当做宵夜吃掉了吧？对。我有问题。那什么时候可以拆圣诞礼物啊？太好了，我一直在等你问这个问题呢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进到动画的下一个阶段。通常我们家只要布置好圣诞树，就会顺便把礼物放在树下面，让小朋友有一种看得到但吃不到的煎熬。也太残忍了吧！这个煎熬要一直维持到圣诞节25号早上才可以到树下拆礼物。那如果先拆的话会怎样吗？会发生很恐怖的事情。什么？被我妈扁。那你是不是宁可晚一年再布置圣诞树，减短那个煎熬的时间？不，你错了。因为小时候我们都超期待圣诞节，越早开始布置圣诞树越好。是要多早？几乎是万圣节过1秒，我们就立刻把骷头装饰改成圣诞树。给不给万圣节一点尊重啊？而且我们都会抢着放树顶的那颗星星哦。哦，对耶，为啥圣诞树上面都要有一颗星星啊？那个叫做伯利恒之星，就是象征耶稣降生头顶的那颗大星星。 The more you. 这个恼人的东西到底要怎么弄掉？好啦，我看影片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来做个 ending 吧。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带我出去干圣诞灯吃大餐跟交换礼物啊？我刚刚不就已经跟你说圣诞节是要跟家人团聚的日子，我要回去跟我爸妈过节啊。你少骗我！虽然你每年都会回加拿大过圣诞节没错，但今年刚好疫情的关系不方便出国，所以你根本就没办法回去。你家人都还在加拿大，你现在出门根本就是想带着 PS5 去北戴家吧你。 The more you know. Here comes Santa Claus, here comes Santa Claus, right down Santa Claus Lan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网络图文创作者肖稿。就是一开始是看到很多人，就像比如说前辈的弯弯啊、海豚男啊、福大猴这些图文创作者在网络上面画图文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想要用画图的方式写我自己的日记，所以就在无名上开始了。我会回台湾创作的原因，主要是在加拿大做到一个程度以后，就发现开始可以靠销稿的收入为生了。然后我的市场大部分的市场都是在台湾，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想要靠市场近一点，所以就搬回来。其实灵感创起来其实比较少，因为我们平常就一直有累积梗的习惯，所以不时的就是会在一个手机里面记下很多很多故事。那其实不太会没有灵感的时候，主要是会碰到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样用画面去表达那个故事，那个是比较会遇到的撞墙期。我的信念就是无知是一种力量，就是我当初会创造销稿，也是因为我不知道画图原来这么难，然后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应该很简单嘛，我就做了。然后会开始做影片也是，就是我也不知道影片做起来会比画图难这么多，然后我还是做了。给为梦想坚持的人说一句话，我会说就带着无知的力量，然后去勇敢的往前冲。对，我觉得就是抱持着那个信念，然后带着无知的力量，然后就往前去吧。Choose your faith 就是带着无知往前冲。不对，我应该是说无知就是力量。